小宝宝，你们在干嘛？怎么？我在偷鸡摸狗。我们准备出去散步呢。那你们去吧。没事，我们等会儿再去吧。你们有什么安排？因为你才刚回来。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去吧。现在被他发现了。偷鸡摸狗。哎，那雨帆他知道吗？我从来没跟他提过。他肯定会猜到的。对啊，因为我昨天死命的叫他穿一件好看一点的，我真的是昨天一直劝他说你穿这件，你穿这件。那是怎么样？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布置的话就是点个蜡烛。我是想一条路点过来，所以我现在想的是许多点蜡烛。哦，我先把蜡烛看看，然后这个有这个灯。哦，对，这有灯哎，那我把灯拿。先准备一下吧。啊，先把东西找好。我怕你等会儿来不及。先构思好，你先。对，你先构思好，你才是浪漫大师。我跟你讲，你要看我给他写的信，那才叫真浪漫。你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他今天不掉几颗珍珠我都不行。这样子啊，哇塞！哎，我就怕他们到时候找不到自己的鞋，就把它放袋子里提走呗。你摆的还挺好的。当然了。哎呦！嗨，小宝宝，你们在干嘛？怎么？我在偷鸡摸狗。我们准备出去散步呢。现在被他发现了。偷鸡摸狗。你们怎么还不去啊？那我在收东西，我找不到东西了。好吧，张嘴就来。那是你烤的小酥肉吗？对呀，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要，我加热一下。我还做了番茄炒鸡蛋啊，那我要补一口。可以叮一叮。好，我也想吃。哦，你没吃吗？我在公司吃。这个怎么用啊？这个东西？哎，哦，这个是不是被拔了呀？哦，对。啊，好聪明啊！我想你好聪明。当然了，当然了。为什么是我聪明？你最聪明。你是行动力强，我是爱动嘴。我听话是吧？没有，不敢。孟清雅。不敢。我去洗手。并且番茄味好浓啊！小姐酱。啊。那个它挤不出来，我就把盖打开了，然后一倒半瓶下去了。我两个不敢吃了。番茄味很。没有，我把一半捞出来了。还可以。现在请所有男生在蓝色卡片上，女生在粉色卡片上匿名写下一个你最想问的关于情感的问题，然后将卡片折叠投入到对应颜色的盒子里，然后异性相互随机抽取并且回答卡片上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一定是你会抽到的，对吗？你想问我，你可以直接问。写英文了啊！谁抽到了？我提前 say sorry。谁先开始？要不男生先抽？行。那我开始啦。在小屋里发生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最开心的一件事是放烟花。其中有一个瞬间让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他很后悔今天没有穿另一套衣服。就是觉得你觉得你创造的那个瞬间让他有点可惜自己没有更好的状态。对，所以我很得意。对，这是我最开心的事。这问题，什么？有点。怎么了？什么问题啊？在小屋有遇到心动的人吗？哦，好问题。有，可以。问得好，谁问？最开心的事跟这个答案都是一样。哦。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然后突然就找到一个心动人，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为了那个人，你的之前的什么规则和习惯都改变了。
是的，越解释追问越远。哇哦！你觉得爱情能占你人生中多少？目前放在我的人生当中的话，我可能会把它排在就是第2位的位置。工作、爱情、生活的话，还是会把工作放在我目前人生的第1位。但是，就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上头的人，我现在回答和我之后回答肯定不一样。你认为自己在感情中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可能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情绪，我可能会选择默默的自己去消化，而不就是很坦诚、很直接的提出来跟伴侣去沟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不好。我其实已经在逐渐的纠正自己的这个问题。下一个是吧？你相信一切都是安排好吗？啥意思啊？是命运吗？你相信？我不相信，因为我觉得事在人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靠自己改变一些东西的。下一个，你觉得最舒服的相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2个人要有自己的追求，最好就是2个人可以互相支持去达成一个目标或各自的目标，1+1大于2那种感觉。第2点就是双方的三观啊，或者是各种观念最好就是趋同，会减少一些矛盾，然后相处起来也比较舒服。对，跟一个人相处的舒服是能感觉出来的。如果说我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不用去猜你会喜欢这个事情，然后我为了你去做这个事，而是充分的做自己，而不用去担心对方是不是喜欢或者讨厌，这样就不用那么小心。对，不用那么小心。你认为原生家庭对你进入亲密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也还好，可能原生家庭会是一个模范吧，就是让你有一种对关系的刻板的印象，然后你在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会带入这种印象。就是原生家庭我觉得对我带来了还是相对积极的影响和思考的。好，说得很好。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了。就譬如说我家庭都是不爱开玩笑的，但我却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很严格，对我非常严格。但我觉得我自己对我将来的家庭或小孩肯定不会这样的，我是非常认同跟理解。好，下一个。怎么还有一个肯定？是谁啊？就我英文的吗？英文的，来。不是，是和我相处的过程还自在吗？希望你开心舒服。怎么还有答案？我该如何回答？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那不可以的地方在哪里啊？不是，就是可能，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同，然后我们之间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都不太一样，所以自在是自在，但是还是有一些顾虑的那种。但是你觉得这个顾虑可以？我觉得可以商量，可以解决的。OK， 加油，妮妮。有矛盾时希望怎么解决？我觉得沟通最重要，就是你要把100%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去跟对方去坦诚，然后你不同意他的想法，你可以选择尊重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你们也可以去互相沟通，然后讨论出一个你们双方觉得都舒适的一个范围，这样子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舒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你可以帮
你说。你的恋爱通常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The first love, first love from the first sight, or the 慢慢？对对，100% 是第二个。日久生情。可能以前的时候，我还是看到你喜欢上你，现在发现其实时间很重要。我跟你1个星期，我跟你2个星期，我跟你1个月、1年。我现在喜欢慢慢的方式。我想了解到你开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不开心的时候什么样的。我希望跟你旅游。我希望跟你一起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一起克服。时间有可能是浪费，但是我可以 slowly but surely 了解到你。是不是有点太 dramatic？ No， 没有，非常好。对，谢谢帮我翻译。说喜欢上别人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还挺难的。我跟绝大多数人相处，反正1个小时去吃一顿饭之后，就会对那个人会有一个初印象，而且这个印象是很难被改变的。其实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但是要想达到第一眼所感受到那个状态的话，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去探索和相处的。因为我感觉只有2个人足够熟悉，然后相处足够舒服，他才会把自己真实的一面100%的展现出来。所以我很相信第一眼的直觉。What's one thing you see in me that you don't see in others？ 这个是问题是，我觉得我跟妮说过，在我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个动词叫爱。如果我想告诉你我爱你，我翻译成我的语言的时候，我清楚的看见你，这个代表我爱你。所以这个问题是，你在别人头上看不见，但是在我头上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对我的一种关心吧，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 Tom 相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肯定是成熟的，会不会因为之前可能某种程度上的没有办法能够延续下去，然后在下一段就会改变这种？我可以说我曾经想过要放弃爱情，然后就直接把我全部时间放到工作上面。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这么忙，对一个人特别的用心，到后来就得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那当时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为了一个人花那么多的心思或者时间进去呢？我到30岁了，怎么说？我会想我要该结婚了，我要该组织一个家庭了，我要我的小孩，我要到下一段的这个阶段 phase， 可能40岁的时候我还可以很年轻跟我的小朋友一起打篮球，教他弹吉他，教他尾波冲浪。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让我重回正确的路上，打开那扇门。但最关键的是那个人能不能让我打开，我觉得现在可以。哎呦其实喜欢你和你喜不喜欢我是2件事，是我有我想要做的事。我们自我的人就是这样的。第一天晚上我当时觉得应该会很难吧，对，因为我感觉可能会有很多竞争对手。结果发现没有。有没有我就不知道啦。后来发现难的在别的地方。但是也挺好的，就是这不是难吧？我觉得这就是需要时间啊。
嗯，是。需要一些耐心。几天，这里的时间不一样的，这里一天顶外面1年了，我感觉。的确是，节奏很快了。这周结束了，明天回去了。你要回小屋工作，还是要回公司？不用回公司，但是我事儿还没做完。我们明天。天哪！那你今晚上呢？也要这样。对啊，你今晚上也要做。对。哎，你要不看看里面？帐篷里面吗？对啊。他应该是晚上坐在这里看月亮。你其实还挺悲观的。我。因为你刚刚讲像我悲观吗？我只是你的爱情，你就觉得就是会消散啊。哦，这个。对，其实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想的。可能我也是悲观的人吧。但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会一直爱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也是我第一次当人。第一次当人。对，以前说不定你上辈子也是个人。其实这种想不清楚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就是你只要，我觉得你就让自己过得舒服开心。看到闪电了没有？超漂亮。你还记得那个比喻吗 ？Lightning strike， 就是可能突然一下闪电就会砸下来，然后事情就一下就发生变化。好喜欢听这种声音。就是像我的小时候，我的爸爸非常的繁忙，他参与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少。他会在他忙完一段工作之后，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但是他工作的时候不在我们身边。就是我的家境，我在很幸福的家庭长大，然后他们给我一些知识，给我支持的方式，我也想使用那些方式。我跟你上次说，比如说，没有人教你怎么爱一个人，对吗？爱，我只要可以看到我父母他们互相怎么爱。我觉得是那个就是爱情的一个标准，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那个爱情是只有他们2个的爱情。我遇到的女生不一定她和我的妈妈一样，我也不一定我和爸爸一样，所以他们的公式我在别人上面用不到，所以我真的是去主动的学，还在教自己怎么可以好好的爱和我不一样的一个人。你的父母的爱情可能小时候对你来说是向往的，对吧？对。我不是说我父母的爱情不好，只是我从小就觉得他们的方式对我来说不是我想要的。我的认知从小就没有一个向往的爱情。就我向往的爱情可能就是像童话故事里，那我又觉得这个世界都在告诉你童话是不存在的。可能我进了小屋之后，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存在的。原来大家也有这么多人是会有一些比较纯粹的对爱情的向往。明白，我希望我明白了。
你觉不觉得刚才的话题有回答了你的那个纸上的问题？怎么啦？哎，哎，给你看到了。你在干嘛？跑太慢了。你在干嘛了？你看看，这是你一个人的房间吗？嗯，我以为这是假发。嗯，是我这等一下要卸下来的，我这个头发。哦，你衣服，你热不热呀？穿它？如果热的话再脱吧，可以吗？可以。我头发剪短。你今天去剪了？刚刚。我说怎么看起来年轻了，是不是啊？年轻了1年。还好。哦，等一下。哇，这是什么？我们的作品。上来看吗？这怎么读？嘿，戏剧的样子。你喜欢吗？戏曲喜欢，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做这专业的。真的？对，他是我其中一个好兄弟。想认识他吗？可以啊，因为他很了解。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他才是。我只是片面的了解，我只是了解了一个种类昆曲。我只是做了这一课而已。他已经得到了那种，他在想怎么把这个戏曲跟乐曲的结合吗？文化传承下去。对，我也是想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化确实被太多人遗忘了。但你不觉得很酷吗？很酷，很帅呀，很帅啊，是吧？我没看完。那你不是说你要做简约的吗？我们看不出来哦。哦，它不是简约的哦。对啊，它算是创意性服装，所以我不想做简约的。哎，看不懂啊，这是什么？这是河边的吗？在河边蝴蝶效应。蝴蝶。他说的是蝴蝶效应。这个是青花瓷。这个呢？点茶，宋代点茶。它的梁跟我的梁一样。就是这个。干嘛？记不记得啊？啊，这是你的梁，你叫张插梁。这个有笔吗？我记得那个字，三点水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啊，我还是不穿了，不行。张浩还是张栋梁？张栋梁好。你的笔画好多呀。对啊。让我看。下去吗？还是怎么？下，我跟着你走。那么我来个蝴蝶。因为我在，因为我有蝴蝶，我的那个朋友圈地址一直都是蝴蝶。哦，是吗？我有一个小学很好的朋友，他是超害怕蝴蝶。害怕？对。啊，那他会怕我吗？应该不会。那他一定会叫吗？不会，他是完全不叫的。感觉是一只很聪明的狗狗。我也想养那种大狗。你潜水的时候你会想什么？主要是可能在水底有一段时间可以放空，但也不会特意想东西。就放空自己。就比如说在水里，你就很明显听到你自己的呼吸，你自己的心跳。那我这是一个新手，我直接下海里可以吗？
我不知道啊，反正做好安全措施就好。对，好快呀！我觉得昨天好开心的，还想再住一晚在这个岛上。我以后还可以。对，真有机会的。那个角度看小屋也是挺好看的。我好看很远啊。回去吧。都已经懵了。那你平时写歌你怎么写？写曲子？我乱写的。就是你乱弹，然后。因为我是那种可以，就可能直接在钢琴上。啊。可能因为平常我可能在电子琴上，然后我就一直让它录下来，然后就可能有一段就 OK， 我就把它拍下来。超好听，真的。你就先弹曲子，然后再写词。就改一下。把音改掉的。对。好好玩呢，妈呀。对。有时候写东西挺有趣的，我觉得。你可以把就是当时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就是很有意思。那你会弹一段曲子，然后再听回放，然后再写词。就是有时候我可能那个 demo 就英文普通话，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就写进那个词里面，然后当那个作词人看见那个 demo 的词，他大概会知道我想说什么。然后他再根据你那个。对，因为我现在主要都是粤语嘛，然后粤语是填不了的，好难，就一直在错，我就放弃了。我觉得你自己会写一些词，但是因为我不会作曲。我把曲写完，然后给你填吧。我把曲写完，然后给你填。好难，好难。或许你有什么词写完之后，我可以好跟那个好，我回去看一下，我真的有写一些。是吗？真的。那我就等你的词了。怎么开始要求？我回去看一下。等你的词。我要回去看一下，那我真的要回去看一下。我本来还要带了茶，但是我又搬出去了，把铁进耳了。你可以过来喝，你现在可以冲了，我可以就是消食。你要喝吗？可以啊。谢谢我们的米先生帮忙泡茶。你一个外国人带了茶，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带。我现在带过来。好呀。等一下。我是这样的。哦，袋装的。对。好会享受。对呀，对。是我的一个同事给我的。好专业哦，米先生，米老师。晕了。嗨，哪儿啦？我洗衣服。你继续拼。贴纸看到了吗？拼了，我快拼完了。怎么玩的？这是个相纸盒啊。他怎么把相纸塞进去啊？没了，就没了，就这样。我以为他会有很厉害的什么啊？好吧。另外一个小屋有人吗？应该没有。应该是。我想问一下，他昨天跟你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觉得他可以教我，让我说话，
怎么，他说万一别人觉得你说话不好听什么的，然后我就很不开心，我很讨厌别人教我，对呀，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啊，有一点点的小委屈。你俩聊啥了？解决了已经。那你还问他跟我聊啥？我好奇嘛，我想知道。真的想知道？其实我都知道，但我也想听一下，这从你的版本里有什么区别？其实他就简单的讲了一下，就是说他觉得可能他说那个话也是无心的，可能觉得你在教育他，可能就有点委屈。我知道。那你现在理解对吗？对啊。是这个意思吧？是啊。你俩是沟通了吧？讲了。行，那你怎么讲的？语重心长，怎么讲？语重心长，我懂，我听得懂。你听得懂吗？你听得懂吗？我都听得懂。假的，原来你听得懂。你会讲吗？要学习了。要学习了。跟我差不多，也是只会讲一点点。那肯定没有你说的好了，我都是瞎讲的。但我刚才半天都在准备一些事情，但我有些犹豫，不知道怎么办。之后的事啊。你就是有点害怕异地恋是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是要不停的飞嘛。你想天天跟他黏一块儿？那我的理想就是如果我忙完我回家可以见到面，可以见1个小时也可以，30分钟都可以。就其实一天就忙完回家，各自回到家里能见到那个人就很开心了，是不是？对啊，是。他也有他的时间表，我也有我的时间表。我希望是1个星期也可以见1次的那种。反正我不太能接受异地恋。异地恋的距离，你到哪个程度可以接受？就多远算异地？除了广州就算异地了。那一个潘云，一个白云的。真的，就是我因为以前可能出差时间就是距离太远啊什么的，导致我现在就算开车开1个小时，我都觉得好远。你这样好像个女老板。我拼了个。OK。就不管说日后会发生什么，你就先把你自己现在想做的事儿给做了。那你现在想做什么？我在拼乐高，我想拼乐高。哎呀，你问不到他的。我先走了。素颜啊，我的粉扑全是口红。信息吗？但有感觉到，他当时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他后悔了，他意识到了，但是不一接受的不是就是下一个。我就没觉得他这说话让我很开心，就知道你不开心，他没哄你，可能还在消化情绪。哦，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今天上班啊，今天。哎呀，打不住，你吃饭了吗？是啊，都吃。哎，那雨帆他知道吗？我从来没跟他提过。他肯定会猜到的。
对啊，因为我昨天死命的叫他穿一件好看一点的，我真的是昨天一直劝他说你穿这件，你穿这件。那是什么样的？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布置的话，就是点个蜡烛。我是想一条路点过来，所以我现在想着收集多一点蜡烛。哦，我先把蜡烛先都拿了啊！这里一路很多的哦。不是，就是只有这里，从门口这样进门这里。这个可以点吗？可以，你看这里也有呢，这也可以点。反正11点半再弄，我怕他等会回来看到了。哦，但你们东西，你蜡烛这几个不够的吧？还有，我们这儿很多那个厨房那儿都有，反正就凑一凑吧。我看看，然后这个有这个灯。哦，对，这有灯哎，那我把灯拿。先准备一下吧。啊！先把东西找好。我怕你等会儿来不及。先构思好，你先。对，你先构思好，你才是浪漫大师。我跟你讲，你要看我给他写的信，那才叫真浪漫。哇，你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他今天不掉几颗珍珠，我都不服。这样子啊，哇塞！哎，我就怕他们到时候找不到自己的鞋，就把它放袋子里提走呗。你摆的还挺好的。当然了。哎呦！嗨，小宝宝，你们在干嘛？我在偷鸡摸狗。我们准备出去散步呢。那你们去吧。没事，我们等会儿再去吧。你们有什么安排？因为你才刚回来。没关系，你们去吧。现在被他发现了。偷鸡摸狗。你们怎么还不去啊？那我在收东西，我找不到东西了。好吧，张嘴就来。那是你烤的小酥肉吗？对呀，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要，我加热一下。我还做了番茄炒鸡蛋啊！那我要煮一口。你可以叮一叮。好。我也想吃。哦，你没吃吗？我在公司吃的。这个怎么用啊？这个东西？哎，哦，这个是不是被拔了呀？它没开，它没插上，插的是另外一根儿。哦，对。啊，好聪明啊！我讲你好聪明啊！当然了。为什么不是我聪明？你最聪明。你是行动力强，我是爱动嘴。我听话是吧？没有，不敢。我很清雅。不敢。我要去洗个手。哦，对，我还煮了汤，我都忘记了。啊，真的呀？你还做汤啊？你做了这么多东西，我都忘记了。你的丸子汤加热一下。这是那个谁带来的？哦，那个妮妮还没回来啊？妮妮、米蝶都没回。米蝶也没回来。先吃别的，一会儿再拿。番茄味好浓啊！番茄酱多多了。那个它挤不出来，我就把盖打开了，然后一倒半瓶下去了。我两个不敢吃了。番茄味很浓。没有，我把一半捞出来了。多吃点蛋。还可以。